各位好，欢迎回来。今天是我们瓜子泡茶听 iPhone 第5季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 CarPlay 车载，标题放出来啊。今天这件衣服是我刚才特意挑了一下啊，这个是 Apple Store 南京东路啊，上海南京东路店的开电梯。那大家其实平时录节目的时候也看得出来啊，我本身不是一个对外表特别在意的。我今天早上起来呢，还在那儿自己给自己内心独白啊，开了个玩笑，说我因为做这个 YouTube 频道啊，现在即便是居家，也被迫的留意了一些这个外表打理的工作啊，比如说这个定期的要刮胡子呀啊，那个脸洗干净啊。但是穿衣服这个呢，我实在是外行中的外行。原来的同事也都知道啊，下班之后呢，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就是那么几件 T 恤啊，冬天呢不过就是外面再套一个棉袄，就仅此而已。你们看我的节目也能够发现，基本上我就是这几套衣服啊。所以这个凑合看吧，啊，怎么办呢？好，不再闲扯了。今天我们聊 CarPlay 车载。首先呢，跟大家要先明确 CarPlay 车载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你听它的名字呢，大概率上能够猜得到。但是细节来讲呢，可能并不一定所有的 iPhone 用户都注意得到。对于普通用户呢，您用到了也就用到了。我不知道你在把你的手机连到您的汽车上的时候，启动 CarPlay 车载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惊喜可言啊？但是呢，如果您是中国大陆的用户，其实这个惊喜往后应该会越来越少了，因为中国大陆生产和销售的，不管是不是国有品牌，它对于 CarPlay 车载的支持都是以一个越来越冷淡的状态，这也跟中国的这个本土企业的这个风格啊有这个就是一脉相承吧。中国一直是这样，就是喜欢自己去定义一个标准啊，但凡别人定义了一个标准，不管这个标准它的体验啊或者它的技术啊各方面再怎么好，那我个人感觉啊，起码在科技行业，就是中国本土的企业都是不愿意跟进啊。我们更喜欢做的是呢，哎，你的标准好啊，你这个想法挺聪明的，那我给你模仿一个啊，我给你做一个跟你大差不差的。就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车机，我们叫车机系统，就是在汽车里面，除了开车以外的，你那个导航啊、音乐啊、多媒体啊，就这一块啊，叫车机啊。基本上呢都是国有品牌啊，名字我就不提了。这个但凡在中国近2年开过车的，只要你的车别是2000年前后的哈，那个还不流行这个呢。但凡是在大概10年以后的吧，应该都会有这方面的体验。那我本人呢，也在国内开车开了有10几年了，20年了。那这一方面，其实我呢个人又喜欢音乐啊，我又比较在意这个互交的这个体验，所以对于中国的车机体验，我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我开过的自己手上的就是属于我自己的车，我能改的啊，能随便动手脚的，不是租的，不是借的。那这种车呢，其实对于这个车机体验都是非常差的啊。当然，我比较穷了，买的都是那些属于最低端的入门款的车型了啊。这个 BBA 根本就没有摸过啊，就坐都没坐过啊。坐过吗？坐 B 坐过吧，只是坐过而已啊。所以说这个我几乎每一辆车都是自己要去改这个车机系统啊，除了最后一辆啊会好一点，它这个默认带了。感觉好像我特别热衷于改车机，但其实不是，我只是比较在意开车的时候的那个多媒体那个互动的体验。所以说，虽然现在大部分人你们看到的司机都是喜欢把1台或2台或3台或4台，甚至有5台手机，弄一个手机支架架在这个仪表盘或者挡风玻璃上面，但这个呢，一则呢影响行驶安全啊，
第二个呢，我个人是无法理解他怎么看得过来。当然，这种一般都是这个职业司机嘛，就是那种专车司机啊这种。那对我来讲，这种最不能接受的呢，其实就一个字：丑啊！我觉得我这个丑，我是最不能接受的。有些时候，实话实说，甚至高于对于安全的考虑。您说这个不安全重要还是丑重要？对于我来讲，你把汽车挡风玻璃上粘5台手机，它绝对是影响安全，然后又丑。那你如果问我，我更在意哪个？实话实说，扪心自问，我更在意它太丑了，不堪入目哈。所以跟我们的主题呼应一下，我本人是一个不在意外表的，但是我又特别喜欢看美好的东西，不喜欢看丑的东西啊，也可能人类就是这样。所以 iPhone 的 CarPlay 车载是我一直在追求的啊，不为别的，倒是不是说挑品牌啊或者怎么样啊，哪怕如果 CarPlay 车载做的不好看，互交做的不流畅，体验不好，那我宁可在车上再买一部安卓手机去用。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那所以说CarPlay 车载是我个人来讲最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的一种汽车端的多媒体互交的这种使用方案而我从产品销售领域来看，大概率上也是这样，因为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就是小的公司在做 CarPlay 车载的周边啊。等一会儿呢，我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用过的一些周边。但在这一切开始之前，我破天荒啊，我想先通过 Apple 的中文官方网站给大家来去看一下，到底 CarPlay 车载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一直说它漂亮，到底怎么个漂亮？因为我很难说，到我自己车里去给你拍，因为我那车呢型号也太老，体验呢也不好，屏幕也特别的小，就是各种不好，只是有个 CarPlay 而已啊。所以我想还是通过这个我们的官方网站来给大家去一起看一下啊。那在这个官方网站上，你可以搜一下 CarPlay 车载，就可以来到这个 CarPlay 车载的网页。它的介绍最显目的，刚一开始一句话啊，叫车钥匙和 CarPlay 车载一起出行，一路更智能。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已经添加了这个电子钥匙的功能，可以让 iPhone 呢直接去解锁你的汽车和发动你的汽车。但这个呢，我个人也没有体会到，我觉得这个是锦上添花，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能。那这边下面有个非常大的照片，可以让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啊。这个就是这还是普通的一辆车，也不是特别好的，蛮常见的一个车机的显示部分。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当我们的 iPhone 连接到汽车的这个中控显示屏，或者说叫车机的显示屏以后，它显示出来的状态。你可以说就是一个 iPhone 在你的汽车当中复活了。我也看到有很多用户的评论，就是说用过了 CarPlay 车载之后，就觉得像开上了 Apple 汽车的感觉。当然，这个我觉得不至于了，因为汽车的驾驶感跟太多的因素有关，而且也非常的主观，人和人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能在你的汽车中控屏上看到这样熟悉的界面，而正好你平时又是用的 iPhone 的话，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丝般顺滑且无可挑剔的美丽的景象啊，出现在这个里面。所以如果你把你的 iPhone 连上你的汽车，你的汽车前提是你的汽车要支持 CarPlay 车载的协议，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车主应该是最要命的一个啊，因为它就是不给你支持啊，特别是对于便宜的车型，它就是不给你支持。所以这个稍后我再讲一些其他的解决方法啊。但是但凡您在开车的时候能够看到你的车上有这样的一个界面，那就是恭喜你，你已经进入到了 CarPlay 车载的这个界面里面了。那是不是像我说的一样，就是太漂亮了啊？这个漂亮让你没有办法拒绝啊。曾几何时，你开过的所有的车里面，如果不连上 iPhone， 你怎么能在汽车屏幕上看到这么赏心悦目的画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救赎啊！那这也可以理解吧，因为车企它本身不是干这个的啊。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驾驶员他需要这一块啊，所以
那么下面是新的功能，车钥匙功能解锁启动。当然这个是有固定的车型的，那大家如果想了解固定的车型，你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网站去进行查找。那它除了可以在钱包当中添加一个电子车钥匙以外，当然既然是添加到 Apple 钱包里面，它的安全性你就不用再去担心了。如果对安全性有顾虑呢，可以参考我之前做钱包 App 或者 Apple Pay 那期节目啊。那更好的是呢，我可以通过 iMessage 去发送一个临时车牌，然后给我的家人或者朋友临时的用一下，或者永久的用啊，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一点。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CarPlay 车载大家刚才看到，除了界面上它长得跟 iPhone 比较像以外，那些 App 如果你点开之后，其实它并不会真的跟 iPhone 一样，而是每一个 App 它的操作界面都为汽车上的体验做了专门的设计，也就是说按钮变得非常的大，非常方便你在开车的时候直接去点。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CarPlay 车载上面的这些按钮啊，其实你对比一下旁边的这个汽车上的实体按钮，比如说这个 Radio、Media、Phone、Voice， 就是左边这4个按钮，它甚至在显示屏界面上的这个触控按钮比这个实体按钮做的还要大。我在早年刚刚开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但凡是车企给你默认带的一个多媒体触控终端，我最早还开过那种插磁带的那种桑塔纳上面插磁带的放 CD 的这种车我都开过，但是呢这种只要是车企自带的，它上面的这些操控按钮都非常的大，清晰易用。但是很多人为了这个车上的这种音效啊，去改这个音响系统，改完之后，只要他把这个车机换成什么第三方的，像阿尔派啊什么这种比较著名的第三方的这种改车机的这种品牌，然后它的按钮就会变得非常小，然后给你加一些各种颜色彩色的灯这种。但其实这种我觉得这不是好看的，这不是说你颜色多了就好看呀，也不是说你按钮多了就好看。我觉得那种审美还不如原车厂的就这样的在线啊。这个是插一句话哈。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是电话的界面，跟 iPhone 上呢其实有非常大的差别了已经啊，它的界面非常大，按钮变得非常的清晰，而且呢可以完全通过语音的方式去发送和接收信息，信息来了之后帮你读出来，然后你可以直接选择用语音去回复就是发送吧啊。那大家看到现在这个界面上的3个按钮，其实当然它确实是3个按钮，信息来了你可以回复，你可以拨号打过去。那你看中间那个重复是什么意思？重复的意思就是说让你把这个叫罗新颖的人他发给你的这条新的信息重复的再读一遍。所以在 CarPlay 车载上你是没有办法直接在这块屏幕上看到文字信息的，任何的信息通通转成语音，它就禁止你用文字的方式去盯着这块屏幕看，一定是用耳朵听。那如果你没听清楚，你就点这个重复。当然这3个按钮上写的这1、2、3、4、5、6个字，天哪，这数学得差到什么程度？就这6个字啊，你可以不去点，就是直接通过说话就可以了。大家看到这个界面的下面有一个 Siri 的小圆圈了嘛？所以如果你想回复，你就直接说回复，然后就说你要回复什么内容就好了啊。如果没用过的话，你可以脑补一下，这个是一个多么让人赏心悦目的一种体验。那这边音乐啊也是一样，它的操作界面也是跟手机上的都重新设计过了，包括日历啊也跟手机上的不一样，都是重新设计过的，它更适合你在汽车上的应用。而且如果你有方向盘的这个自定义按钮，它也可以集合在方向盘上面，你也可以触控，你也可以通过旋钮，这些都是 CarPlay 车载所默认支持的，当然前提是你的车也要支持。那最下面这个是新一代的 CarPlay 车载，这个上面的红色的字写了啊，第一批适用于2024年推出的新车。我估计这种体验在国内，我个人认为啊，你就别想了。那换句话说，在国内，国产的汽车品牌，特别是新能源车，你如果要找到比现在这张照片当中的这个
车载的这个驾驶舱里面，屏幕更多、更大、屏幕更酷炫的车，我觉得比比皆是，一抓一大把，一点都不难的啊！这种屏幕的设计绝对我们国产品牌是遥遥领先，但是不支持 CarPlay 的，它只支持它自己车厂的。类 CarPlay 的这种模式，然后呢，应该也不能很难，就是说我通过一些改装什么，这个我不太确定啊，因为太新了，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知道的是，就是一些海外的汽车品牌对这个支持还是非常友好的，因为现在的汽车也都是流行完全用液晶屏来去显示了，特别是高档汽车里面。那但凡有这种长条液晶屏、一大片液晶屏的，应该都是默认支持 iPhone 的这个最新的功能的。所以大家现在在这张照片当中看到的所有的液晶屏的部分的显示，全都是由 iPhone 负责完成的，包括你的时速，包括你的档位，包括导航终于被放在了方向盘的后方啊，这个是我最期望的一种导航模式。有一些车企它自己做的已经支持了，但是谁让你那个导航那么难看呢？啊，那我也懒得用。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支持。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正中间，除了正常的 CarPlay 车载的界面以外，还有非常多的小组件可以放在你的汽车显示屏上，而且相信这些小组件也都是可以自定义的，并且难能可贵的是，它可以读取你的汽车的信息。那因为我打开的是中国的网页，所以上面呢列出了一些支持 CarPlay 车载的中国的本土 App。那如果大家想了解其他国家，你只要上相应的国家的 Apple 的官网搜索 CarPlay， 就可以找到你自己国家的支持的一些 App。那以下呢是一些 CarPlay 支持的车企的这个名单，上面不乏有一些中国本土的车企，但是我个人的经验是，即便是有，也可能就那零星的几个你不太想买的车型，而且呢，可能大部分只是简单的一个支持而已。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或者他们的这些车企的这个品牌，它能够支持 CarPlay 的都是那种，售价已经贵到我不敢看的，那这个就没办法了。这是一些第三方改装的品牌，以及兼容 CarPlay 的 iPhone 的机型，我相信这个大部分人都是可以用得到的。那我呢也把 Apple 官方的文档链接放到了我的节目的说明区，打开之后呢是这个页面，其实它是 iPhone 的使用手册。我也反复强调，大家如果想看 iPhone 的使用手册，就直接通过 iPhone 内置的提示 App 去搜索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就是在 iPhone 的使用手册当中搜索 CarPlay 车载，然后它会有专门的一个 CarPlay 的主题，你针对 CarPlay 的使用和设置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参考这个。你可以打开这边的目录，这个是 iPhone 使用手册的目录，然后大家往下滑可以看到专门有一个 CarPlay 车载的章节。那这个我就不一一的在这里给大家去展示了，如果有需要的各位，你们自己去打开我的这个链接去看一下啊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是跟大家先聊一下什么是 CarPlay 车载。那接下来啊，我想跟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CarPlay 车载的设置啊。那在 iPhone 当中，在设置里面，我们可以应该在通用里面啊，可以找到 CarPlay 车载。在这个里面，你就可以连接你的汽车，以及在这个界面上，如果你连接到一个汽车，不管是有线还是无线的方式，你都可以点进去，然后对你的车载的那个屏幕进行更详细的自定义设置。那它也有一些说明了，就是有线的呢，你直接插上线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无线的 CarPlay 车载呢，你要长按这个汽车上的语音按钮，让它进入到配对模式。那很遗憾，这种原车支持无线 CarPlay 的汽车，我连碰都没碰过，所以这个呢，我也没有什么个人的使用经验好跟大家分享的啊。这个就是走个流水吧，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情况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聊一聊改装了，因为我是属于既穷又希望有好看的东西。那么
很多真的就是不支持，很多车上你现在要买到没有屏幕的车，其实不容易了，除非你买很旧的二手车啊，那个反而更好办。如果在国外，基本上你买一块带屏幕的车，99%应该都支持 CarPlay 的。但是如果在中国大陆，99%是不支持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就会牵扯到改装。那改装有2种，现在我推荐大家改装，因为这个改装市场已经非常成熟了，你不用买那什么阿尔派那么很贵的那种。刚刚上市的时候，我为了去实现一个这个 CarPlay 的功能，当时只有阿尔派支持，然后这一个车机就要卖6000多，然后太贵了，我实在是在购物车里面待了半年，我都没有忍心点下去，最终还是没买，然后一直等到我们这个深圳的小厂叫本土品牌，就没有牌子的这个解决方案出来了，然后在某宝上能搜到了，那我才买一个相对来说便宜的。但是其实买完也后悔了，因为我刚买完又过了1年，它就直接降价了，半价啊！我还问他为什么才1年你就降价降这么多？他说你买的那个时候是我们自研的，那个电路板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现在都是模块化了，就是大批量的，就是成本直接降下来了啊！那我也没办法。所以呢，其实现在这个当下，如果你还没有用上 CarPlay 车载的话，我觉得。当然你不用 iPhone 就算了啊，如果你用着 iPhone， 你又是开车，你还没有用上这个 CarPlay 车载，我觉得是一个挺遗憾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改装其实容易的不得了，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我希望再多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去聊一聊这个 CarPlay 车载的改装。这个改装呢有这么几种模式啊，第一种就是你的车呢是真的没有屏幕的，这种反而更好，就是你直接在某宝上去搜吧。CarPlay 车载啊，那就看它其实专门有卖，就是卖一块小屏幕，这个小屏幕上就专门给你做 CarPlay 车载的，有线也有，无线也有。你买回去之后，你就把这个屏幕往你那个仪表板，就是前挡风下面那个地方一粘，或者找个地方什么一贴，然后连上一个电源就好了。那你直接就可以利用 iPhone 的 CarPlay 这个车载功能了。它那个上面扬声器、麦克风、操作触控界面等等一应俱全，就是把你车里面的那个系统就直接隔离了。那如果你觉得它那个音量不够响的话呢，如果你的车上有一个 AUX 就是音频输入的这个接口的话，你就直接买一根音频线，把那个小屏幕跟你车上的那个音频输入一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简直就是无损改装。然后从此这个导航的体验和车机互交的体验就会飞上一个台阶。我其实出国之前，因为料到了要买二手车嘛，然后我就担心可能二手车有些车连屏幕都没有的，那我其实就已经在国内买好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刚买到，然后我们那个国外的那个车就买好了，就定下来了，然后万幸是有屏幕的，是有 CarPlay 的，然后后来我把它退掉了。但是毕竟我也有幸用了一下，那玩意儿其实在家里都可以用。我觉得很多，如果你是开商店的话，你放一个这个东西，让大家去体验一下，都蛮好的。这个产品实在是太成熟了，所以其实如果你的车上就没屏幕，或者有屏幕，干脆你就不用那块屏幕，你直接用这个啊，这个是第一个我比较推荐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正好有一些其他的需求，想把你原厂的那个车机给改装一下，就把原来那个屏幕加操作那一块啊车机系统拿出来，然后再放进去一个更符合你心意的，那这个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你就直接可以买一个支持 CarPlay 的版本，可能会稍微贵一点，但是贵的应该也不会太多啊。那一定会有既有 CarPlay 又能够满足你其他的那些支持的一种型号跟版本，因为现在这个产品线我已经认为是非常丰富了，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个优势如果各位在中国的话，一定要把它用起来哈，这个不用就有点真的可惜了，在其他国家你还真的没有这种优势。那这是第二种改装，就是你要换车机了，这种一般就是可能自己动手比较难啊，但是其实也不是很难，因为我之前有一辆车就是我自己动手改装的车机系统，也是为了 CarPlay 自己加了一块这个小屏幕啊，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定吧。那还有第三种啊，第三种呢，就是它原车已经有了一块屏幕，特别是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它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甚至有些是可旋转屏，对吧？设计的非常酷炫，那个屏幕就是你没有办法换，车机没办法换了，它其实里面就是一个安卓系统，然后呢，
在里面你也可以装一些 App， 但是体验非常的差，没有人会在那里面装 App， 或者是你不会给它装什么特别有用的 App。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你可以买一个像 U 盘一样的小的转接器，可以让不支持 CarPlay 车载的这种安卓车机去转而支持 CarPlay 车载。它一定是有 USB 接口的嘛，你就把这个转接器呢接到 USB 接口上，然后在这个安卓车机上装一个第三方的 App。那通过这个 App 和它的这个硬件转接器，你就直接可以或有线或无线啊。有线还是无线 CarPlay 要看你买的这个转接器是有线的版本还是无线的版本。有线的版本就好处就是说呢，稳定，速度快，而且你连上之后呢还能顺带充个电。但是就是不方便嘛，你想连一下，连完之后还要找地方放。那无线的版本呢，其实就是方便，其他倒没什么，速度会慢一点，会按一下隔个2秒钟才有反应，有的时候。然后呢没有办法给手机充电，但是确实方便。像我现在用无线 CarPlay， 有的时候我根本手机放到口袋里都不用拿出来，短途的开车只要我坐到车上一发动，自动的这个 CarPlay 就连上了。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所以如果为了方便的话，还是推荐这个无线的版本啊。所以这是第3种改装的方式。第4种是我目前用的一种改装的方式，也是最后一种了啊，就是有线转无线。刚才我也讲了，我买那辆车呢是19年版本的，18年还是19年的啊，那个二手车，它是有这个彩色的可触控屏的，而且也原车支持 CarPlay 啊。但是呢，它是有线的，就是你要连一个充电线，一边充电一边进 CarPlay。那我还是觉得比较麻烦，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再次要这个赞叹一下啊，我们中国真的是世界工厂啊！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所以我上这个某宝上一搜，就发现了，就是有专门推出的这种，你原车已经支持了 CarPlay， 但是有线的，你想方便一点做成无线的，那他就给你一个小 U 盘，你往里一放，直接升级无线 CarPlay， 太方便太好用了，而且它非常的贴心，还有不同的位置跟型号可以选。那我做节目之前呢，特意的把我车上的这个拿过来了啊，在这里我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那这个是我选的一个型号的版本，你们上网上搜啊，应该非常容易搜到。它有一个开关，这就直接是电源，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确实有这种连接错误之类的，你把开关关一下重新开，99%的问题都能够解决。然后大小呢基本上这么大，形状呢可能有别的形状吧，但是基本上体积就这样了。但它非常贴心的是，它这个 USB 的接头啊，有 Type A 的，有 Type C 的，有这个白色的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叫啥啊，因为 USB A 是有方向的嘛，你有在这边的，有在这边的，就是看你车上是哪一边。然后它这个接头可以放到它的这边，也可以放到它的这边，它有竖着版本放的，也还有横着版本放的，就是你甭管你车的 USB 接口在哪里，它总有一个版本是适合你的。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啊！就是这么方便，我不用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了啊！而且这个价格非常的便宜啊，你就顺手买点什么像凑单一样，我就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完美的 CarPlay 的体验了。所以这个呢也推荐给各位。好，那今天呢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比如说什么是 CarPlay， 我们扫盲先是吧？然后给大家推荐了一个用说明书的方式去详细的可以去看，如果你有这种习惯的话。然后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国内外的 CarPlay 的现状，以及我自己的使用经历和几种改装方式，以及我现在是用的什么样的一种改装，唯一有的这个产品也给大家去展示了，希望能够对大家在驾车的过程当中有更好的体验和帮助。视频有点长，感谢您能够看到现在，但是这毕竟也我觉得在我们的 iPhone 系统这个系列节目当中也是一个冷门的内容嘛，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吐槽的啊，或者想表达的，也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